在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湾当局断交后，中国与尼加拉瓜于周五宣布正式复交。至此，世界上已有181个国家同中国建交。这充分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任何势力都不可阻挡。周五上午，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天津同尼加拉瓜政府代表劳雷亚诺·奥尔特加举行会谈，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加拉瓜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根据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复交后，中方愿同尼方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奥尔特加则表示，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方已断绝同台湾所谓的外交关系，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尼加拉瓜钦佩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期待从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领域广泛开展合作，助力自身发展，为促进中国与拉美关系南南合作做出贡献。同一天，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浙江安吉同尼加拉瓜外长蒙卡达举行视频会晤。王毅赞赏尼方这一决定，既顺应了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也完全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王毅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包括台湾地区在内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也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当然，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几个国家仍然和台湾保持着所谓邦交关系，这是因为台湾当局大搞撒钱外交，不顾台湾民众的福祉，也是由于美国不断向这些国家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但是，这完全是双重标准，因为美国早就在40几年前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他们有什么权利来阻止别的主权国家做出自己的选择呢？所以我们相信，迟早这几个国家都会同中国建立或者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是时代大势，不可阻挡。王毅强调，实现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更是时代大势，不可阻挡。中尼复交也成为周五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焦点之一。尼方不设任何前提的同中国复交，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对于有记者提问中方是否将同尼加拉瓜展开经济合作或给予经济方面的援助，汪文斌指出，中尼复交是政治决策，绝不是交易筹码。尼加拉瓜决定同中国复交，是出于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是一项政治决断，没有任何经济前提。汪文斌表示，尼加拉瓜是中美洲的重要国家，中尼复交开启了两国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各领域友好合作的崭新篇章。汪文斌多次用大势所趋一词来描述尼加拉瓜政府所做的决定。汪文斌指出，尼方不设任何前提同中国复交，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那我们注意到，自蔡当局执政以来，已经有8个国家顺应大势，做出了与台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决定。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五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赞赏有关国家顺应大势，支持中国的统一事业，欢迎所剩无几的若干个台所谓邦交国认清大势，早日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中国政府此前和尼加拉瓜曾在1985年12月7号建交，但是1990年尼加拉瓜和台当局进行所谓复交。同年11月9号，中国政府宣布终止与尼加拉瓜持续了5年的外交关系。如今，中尼复交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台独是一条绝路，是行不通的。蔡当局的金钱外交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基于和台湾这种金钱关系的这种邦交，肯定是注定不能长久的，非常容易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所以说，金钱外交是走不通的。
尼加拉瓜也是自2016年5月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上台以来第8个与之断交的国家。目前，台当局所谓友邦仅剩14个。值得注意的是，尼加拉瓜外交部是当地时间周4突然发表声明，宣布与台当局断交。当天恰逢美国举办所谓民主峰会，台当局作为受邀方，派出行政机构政务委员唐凤和在美联络人肖美琴出席。而尼加拉瓜这断交一棒来得实在猛烈，台当局外事部门在声明中回应称，台方感到痛心与遗憾。就台湾当局花了大量的钱搞金钱外交，那么去收买一些国家，维持与台湾之间的关系。但是呢，在这些国家内部是饱受诟病的，内部是存在强大的民意，希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个蓬勃发展的世界性的大国，也是个负责任的大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它不仅仅是利益的问题，还有国家的尊严、体面的问题。中尼复交也让美国坐不住了。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呼吁所谓民主国家扩大与台湾的接触。事实上，为防止越来越多国家和台当局断交，美国国会曾于去年3月通过一项旨在干涉其他国家涉台关系的所谓台北法案，并经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成法。该法案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应在适当情况并符合美国利益下，对明显增强、强化或升级其涉台关系的国家，美国应考虑增加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安全及外交接触。反之，对于采取行动使台湾安全或繁荣造成伤害的国家，美国应考虑改变与该国的经济安全及外交接触。他们的确在背后去向台湾当局这些所谓的邦交国施加压力。尼加拉瓜这个案例也其实背后也是有美国的因素，只不过现在的尼加拉瓜政府领导人他们顶住美国的压力。有分析指出，美方涉台消极动作花样百出，不断升级，对华极限施压意图明显。但尼加拉瓜敢于顶住压力，与中国无条件复交，再次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合乎人心，不容挑战。这也是对美方近期频繁打台湾牌、美台勾连玩火行径的有力回应。台当局以美谋独，他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他希望把台湾更好的纳入到自己的国家战略当中，不管是我们现在说的印太战略，还是以后美国想要提出的一种全球的经济战略，他希望台湾能够更好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发挥好自己的作用，从而更好的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帮助美国来实现他自己的战略企图。近来，外界密切关注洪都拉斯是否终止和台当局所谓的官方联系。最后，迫于美国的压力，洪都拉斯后任总统卡斯特罗暂时没有进一步表态。但有分析指出，这种迫于美国压力的维持邦交关系必定不会长久，只会是摁倒葫芦起来瓢。这也在洪都拉斯的邻国尼加拉瓜身上得到印证。其实台湾以前的邦交国大部分位于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地区，这是哪里？这是美国，被美国认为是自身的后院。但是即使是这样，也是蔡英文上台以来连续8个国家与台湾断交。当然了，这8个国家并不是都是位于拉丁美洲的，但是大部分是这样子的，证明了美国的影响力是日渐式微的。那另一方面，美国其实是说一套做一套。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湾方面断绝所谓外事关系，跟中国大陆复交一事，您是如何看的？这件事情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事发相当突然。我相信，无论是蔡英文当局还是拜登政府，都有被人突然打了一记闷棍，甚至是因此而眼冒金星、找不着北的感觉。我们知道，虽然在蔡英文就任以来，台湾已经先后丢掉了8个所谓的邦交国。但那都是2年之前发生的事情了。最近2年多以来，在美国的全力保驾护航下，台湾跟仅剩的15个所谓的邦交国之间关系还算保持了稳定。就在不久前，蔡英文还接见了尼加拉瓜的新任驻台代表李米娜，并沉浸在台尼关系相当稳定的幸福感当中。而拜登政府也因为几天前成功地阻止了洪都拉斯欲与中国大陆的建交而洋洋自得。不仅美台官方，就连包括美台在内的各方媒体，
也没有对此发出过任何的预警。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尼突然复交了。这件事情带给我的第二印象是，中国大陆这一记迎头闷棍打得非常及时，也非常有力道。因为前一段时间，美台联手在离间与撬动中欧关系上干得可谓是非常的来劲，不仅策动了相当一部分欧洲国家与欧洲议会的议员访台，而且鼓动立陶宛批准台当局设立了以台湾名义的代表处。因此这一记闷棍正好是在美台双方春风得意的时候，重重地砸在他们的脑门上。因此我个人判断，对于这次中尼复交，中方不仅是精心布局的，而且是保密到家了，甚至为了避免来自美国的干扰，还采取了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战术，也就是任由洪都拉斯准备与中国建交这件事情炒得火热，以吸引美国的注意力与牵扯美国的精力。正是因为保密与突然，这件事情才显得更加具有张力，对美台两方的冲击也就更大。那么在您看来，中尼复交究竟会对蔡英文当局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我认为这个影响和冲击，首先是对蔡英文个人的。大家知道，这些年以来，蔡英文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不断地向岛内民众灌输，那就是只有他蔡英文与民进党才能真正维护好台湾的所谓主权，国民党上台只会矮化台湾，丢掉台湾的所谓主权。然而大陆以3年多的时间让台湾丢掉了8个邦交国，这不仅重重地打了蔡英文与民进党的脸，而且以残酷的现实戳破了蔡英文编造的辣台妹与副主权神话。那么其次，除了蔡英文首当其冲之外，我认为这一结果也将会让台独势力产生巨大的挫败感。在台独势力看来，能否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是台独最终能否成事的最为重要的表现。而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重要标志，又在于在国际上能够拥有多少所谓的邦交国。这也是过去这些年以来，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会不惜一切代价，力争保住那些邦交国的原因。然而台独势力越是重视这些所谓的邦交国，却又越是无能为力保住这些所谓的邦交国的残酷现实，将会让台独势力产生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台独愿望越来越强烈，台独前途却越来越渺茫的事实。当然了，中国大陆再度成功地撬掉了台当局的一个所谓的邦交国，这也等于是为蓝云制造了一个打击蔡英文当局的好球。接下来就要看朱立伦带领的国民党能不能抓住机会，给蔡英文当局与台独势力迎头痛击了。那么在您看来，中尼复交接下来又会对两岸在外事领域内的博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对于这件事情，蔡英文当局不仅不会接受教训改过自新，相反他只会进一步刺激蔡英文当局的复仇心理。接下来蔡英文当局将会在美国的护航下，在外事领域内对中国大陆展开更为猛烈的报复行动。两岸在外事领域的斗争将会因此而进一步走向白热化，而且蔡英文当局的主攻方向一定是中国大陆的重要邦交欧盟。不过我同时认为，即便如此，两岸在外事领域博弈的结果也是早已分出胜负了。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蔡英文当局无论如何挖中国大陆邦交国，尤其是挖中欧关系的墙角，相关欧洲国家都不可能跟中国大陆断交，跟台湾所谓建交，同时也绝对不可能搞所谓的双重承认。这些国家支持台湾的力度再大，也只是所谓情义上的支持，不是法理上的真正支持，不可能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也就是说，蔡英文当局在外事领域的初期，最终只能赚一个吆喝，给中国大陆带来一些困扰，但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冲击与改变。相反，中国大陆对台湾所谓邦交国的出击，这不仅仅是法理上的，而且基本上是不可逆的。蔡英文当局的一些所谓友邦，
一旦跟台湾断交，那就意味着在法理上与台湾彻底断绝了官方关系，同时跟中国大陆建立了正式的官方关系。而且由于中国大陆在国际政治与经济层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些跟中国大陆建了交的国家，基本上不可能再跟台湾搞所谓的复交。这就是最近20-30年以来，台湾的所谓友邦，只是一个一个的减少，而从来没有增加的原因。这背后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那中尼复交又会对极力帮助台湾拓展所谓国际空间的拜登政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呢？其实早在几天前，我就曾经说过，由于蔡英文当局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正在逐渐缩小，甚至已经缩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所以当前在外事领域内，表面上是两岸在博弈，但实质上这是中美在真刀真枪的博弈与过招。尤其是尼加拉瓜还是中美洲国家，这里长期以来被视为是美国的后院，因此台尼断交本质上来说也是美国的失败，它意味着美国连自家的后院都看不住了。另外，中尼这次之所以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顺利的复交，也跟美尼关系出了大问题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大家知道，就在上个月，奥尔特加在尼加拉瓜大选中以76%的选票优势连任了总统。然而，美国国务院却在早前指控奥尔特加的一个国家安全顾问存在着海关欺诈行为，并决定对这名顾问实施制裁，使得美尼关系迅速恶化。这成了尼加拉瓜决定不睬美国，执意跟台湾断交的一个导火索。这种现象也就意味着，未来蔡英文能否拓展所谓的国际空间，不仅要取决于中国大陆的国际影响力，而且要取决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取决于美国对台湾那些所谓的友邦还存在着多大的控制能力。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当前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根源在于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面对逐步升温的局势，美国和台湾方面却持续释放不负责任的挑衅言行，无异于火上浇油。据台湾旺报报道，针对此前台当局提出的要将台湾方面驻美机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日前在出席听证会时透露，美国正在持续评估中。据报道，这是美国官方首度对台当局的更名计划作出回应。不过，康达并未进一步谈论最新的进展与考量。台媒报道称，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去年12月17号，美国众议院78位议员就联名致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建议将台湾方面在美联络机构更名为所谓台湾代表处，但始终未获美国官方回应。今年9月，台湾方面曾炒作驻美机构更改名称的消息，当时外交部回应称，中方已就上述媒体报道的有关动向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以实际行动履行美方有关承诺，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包括不得将台湾驻美经文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更名这件事情是美国近年来对台政策中一系列调整变化中间的一个环节。美方的这个愿望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台湾当局推动下逐渐的成型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在对华政策涉台议题方面还会有更多比较危险的举措出来。康达还在日前的参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妄称，美方严正关切中国大陆对台日益升高的所谓军事、外交、经济胁迫。他颠倒黑白地表示，这些行动破坏区域稳定，升高误判风险，恐危及全球经济。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也在同一场合声称，提升台湾自卫能力是迫切任务，也是吓阻力的必要层面。
人民日报署名钟声的评论指出，美方处心积虑打造谎言链条，声称中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美方不得不采取行动，既不符合当前台海现实，也是对中方相关政策立场的曲解。新华国际时评则强调，美政客屡屡在台湾问题上抹黑攻击中国，渲染武力攻台，实乃颠倒黑白，倒打一耙。事实上，美国怂恿鼓噪才是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所在，是美台勾连在前，中方被迫反制，反击在后。评论指出，最近美方集中火力炒作所谓大陆武力攻台，渲染美承诺确保台有能力自卫，更是包藏种种祸心，为继续对台出售武器、增加自身军费开支找借口，为继续干涉地区事务、拉帮结派搞所谓印太战略找理由，为继续转嫁国内问题和矛盾、缓解施政压力找出口。美方在过去数年中对华政策其他的牌纷纷打得差不多了，而效果都不好，所以现在美方要操弄台湾问题，而台湾问题呢，又是中美关系中最关键、最敏感和涉及到双方关系稳定的政治基础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美方进行的这种操弄，这确实是在玩火。美方部分人搞以台制华，也给了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的幻想，并不遗余力阻挠两岸的民间交流活动。第13届海峡论坛周5、周62天在福建举办，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将以录像致辞方式参加论坛大会开幕式。然而，台湾方面陆委会日前竟将海峡论坛定调为中共对台大型统战平台，禁止当局相关机构参加，更表示不乐见地方政府参与，同时禁止台湾相关机构、个人及团体以任何形式参与。台湾问题的和平的解决依赖于双方最大限度的交流，而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恰恰是引入外部力量，同时又为两岸交流设置障碍。这就意味着任何两岸积极良性解决的途径，民进党当局都想试图切断或者破坏。这样的一种做法，毫无疑问满足了美国和一些个别国家的这样的一种阴谋。当地时间周4，美国造势已久的所谓民主峰会视频会在外界一片质疑声中登场。美国总统拜登在致辞中大谈所谓全球民主正在倒退，民主遇到挑战，声称民主需要捍卫者，还摆出一副民主引领者的样子，宣布了一项所谓民主复兴总统倡议。而实际上，美国大操大办的这场所谓峰会，雷声大雨点小，官方直播间只有区100人在线观看。中国外交部周5指出，民主不是推进地缘战略的工具。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将民主公器私用，这是彻头彻尾的反民主行径。拜登在白宫通过视频的方式主持了这场所谓民主峰会。他在15分钟的开幕致辞中，大谈民主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着持续和惊人的挑战和倒退，但这似乎是在掩盖日前美国被国际智库列为民主倒退国家的窘境。拜登继而又摆出一副民主引领者的样子，声称民主需要捍卫者，加强民主机制需要不停的努力。Fight corruption, promote and protect human rights of people everywhere. To act.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当好全球民主引领者，拜登在视频会上还特别宣布了一项所谓民主复兴总统倡议，在未来1年内将与国会合作，提供4.244亿美元的所谓对外援助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民主和人权，包括支持自由和独立媒体、反腐败、支持民主改革者、推进民主科技、捍卫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与政治程序。在白宫周4发布的详细声明中，详细列举了这笔钱的用途，包括向国际公共利益媒体基金提供高达3000万美元的资金，为调查记者提供900万美元的应对诽谤资金，为陷入困境的民间社会组织提供1000万美元的援助等等。比如说，他这个投入了一定的资金，特别是在加强这个所谓的独立媒体。那其实大家可想而知，那这些记者。这些所谓的独立的记者，他所报道的内容，谁给他钱，他自然是会帮着他的这样的一种
为美国去做出宣传，为美国那么就是去打压美国的所谓的这样的一种不好的制度，利用这样的一个媒体来为他的制度做辩护，来打压他想打压的这样的一种对手，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媒体宣传来干预他国的内政。针对拜登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五回应指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推进地缘战略的工具。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将民主公器私用，打着民主旗号煽动分裂对抗，破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彻头彻尾的反民主行径。汪文斌指出，实现民主要讲平等而不能高人一等，要讲法治而不能霸凌胁迫，要讲团结而不能对立对抗。自封为民主灯塔的国家，恰恰是民主病态尽显。民主赤字高起的国家，对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别的地方，恰恰是来自那些打着民主旗号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任意施加单边制裁、到处进行军事干涉的国家。事实早已证明，把一国的民主模式强加给世界，根本行不通。美国试图按照美式标准，把世界划分为民主和非民主两大阵营，公然挑动分裂和对抗，这种行径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动荡和灾难，必然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反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四表示，美国举办民主峰会目的在于组建一个联盟，妄图偷换普遍认可的国际法准则，这其中甚至包括联合国宪章，而美国擅自赋予这个联盟代表国际社会发言和行动的权利，这种自私的做法会破坏国际互信。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专家柯静对深圳卫视表示，拜登说的堂而皇之，摆出要引领世界民主的架势，但一个内部撕裂严重、对外输出动乱的国家，如何能设定民主的标准，带给世界深深的疑虑。而拜登按照自己喜好来邀请与会者，不断兜售民主对抗威权，批评独裁和专制叙事，其实质就是要挑动分裂对立。而美国借着召开所谓民主峰会，鼓动阵营对抗中俄的意图也十分明显。我们看他这个在这个民主峰会上的发言的内容，其实一点都没有什么新意，因为这个我们说拜登上台以来，他这个意图是用这个意识形态还有价值观为抓手来营造对立，其实就是美中之间的他认为的这样的一种战略竞争，希望把这些国家拉过来，其实就是一种压迫他们选边站，来和中国做这样的一种对抗。此次拜登邀请了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所谓民主峰会，巴基斯坦是4个受邀的南亚国家之一，但就在会议开幕几小时前，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不参加，这让美国措手不及。巴方在发表的声明中说，巴基斯坦将在未来适当的时候与美国就广泛问题进行接触。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当天在一场研讨会上表示，局势正在走向另一场冷战，一些国家再次走向建立集团的歧途。他说，巴基斯坦必须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我们绝不能成为任何集团的一部分。拜登美国政府已经说了，就是这个不是说你过来开一次会就可以了，1年之后你们还得回来做报告，你得告诉我们这1年当中，你在这个国内促进民主、打击外国所谓的这个威权主义这方面，你到底做了哪些实际工作？也就是说，你回去以后，你得按照美国给你的这个任务清单，你得做事的。那也就意味着，如果你参加了这个民主峰会，这意味着其实某种程度上你就被拉入了这样一种选边站的困境，甚至会被拖入中美之间的对抗。那对于巴基斯坦来说，他显然不想把自己置于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所以我们看巴基斯坦其实是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获邀出席此次所谓民主峰会，喜不自禁地配合演出，派出台行政机构政务委员、民进党水军头目唐凤以及在美联络人萧美琴出席。其中，唐凤以预录方式发表所谓声明，并在分组讨论中担任与谈人。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周四投书媒体，批评民进党当局的表现。他提到，蔡当局的一系列举动已经明显构成不自由的民主。蔡英文经常自诩台湾的民主价值如何宝贵，却亲手破坏民主。马英九呼吁蔡英文和民进党能以民众为念，悬崖勒马。
针对民进党当局派人参会，并称这是美国支持台湾民主，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五表示，美国的所谓民主在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受到广泛质疑。美国举办所谓民主峰会，实际上是维护美国自身利益和霸权的政治操弄。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民主更是个幌子。民进党当局在台湾大搞绿色恐怖，操弄民粹，打压迫害异己，引发广大民众强烈不满。民进党当局派人参加所谓民主峰会的表现，只能让越来越多的人看透民进党当局假民主真谋独的本质。此外，美方所谓民主峰会还邀请被香港警方通缉的反中乱港分子罗冠聪参会，更加暴露了美方这一举动假借民主旗号行干涉中国内政之实的险恶用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周四在一个公开活动致辞时，形容所谓民主峰会是国际笑话，并会依法追究罗冠聪。美国举办的所谓民主峰会，奉行顺我者妖、逆我者排斥的，就是一个笑话。把香港逃犯罗冠聪也拉来，更是上演一场闹剧。逃犯犯了法，无胆面对法律制裁，没有公信力，更是懦夫，甘心做傀儡，是羞耻，更为人所唾弃。对于这个逃犯叛徒，特区政府必会依法追究到底。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拜登召集的民主峰会闹哄哄中开场，美国总统拜登在开场演说中称，民主正在全球倒退，他也宣布一系列美方动作。那么，管先生，您对此如何看呢？好的，主持人。那么，拜登说民主衰退已经成了所谓的紧急事态，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厘清的是，拜登他所说的民主是要打一个引号的，那这个概念呢得有严格的界定，它呢是专指美西方的民主，也就是呢以政党轮替、选票政治和议会代议制作为体系特征。那么关键问题就来了，这是不是就是民主概念的全部内涵？全世界是不是只有美西方民主这一种实践方式？那就在民主峰会揭幕前夕，中方已经用包括中国的民主白皮书等一系列报告对此做出了最响亮的回答：不，绝不是这样。中国式民主的内核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最高领导人反复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而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精彩实践也为此呢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民主案例。所以在我看来，陷入衰退的是美西方民主，甚至呢如美国媒体所言，恰恰是美国自身的民主实践危机重重。亚特兰大非营利进步组织黑命贵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叫奥布莱特，他呢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讲了一个很绝妙的比喻。他说，自家着火时你没法去做全世界的消防员；美国保护不了国内民主时就没法向全球输出和捍卫民主。那么，在美利坚大学国关教授戈德盖耶和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杰出教授叫詹特尔森看来呢，现在的美国就是一个民主病人。他们之前联合在著名期刊《外交事务》发表的署名评论，用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 ：A democracy summit is not what the doctor ordered。民主医生不会开出民主峰会这个药方。美国呢，你先得把自己给治好。他们为此呢就大声疾呼 America, hear thyself。 那么拜登昨天开场讲话抛出的美国方案，他能治好美国民主病吗？我看是很悬。就在民主峰会揭幕前一天，受邀参会的巴基斯坦突然宣布退出峰会，引起外媒普遍关注。您对此又是如何看的呢？我注意到外媒关注巴基斯坦外交部主动宣布退出峰会，都在放大中美战略博弈全面加剧的这个大背景。比如呢，英国《卫报》今天呢就报道，他的报道中特别引用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推特发言 ：Pakistan declined to attend the Democracy Summit, a real iron brother。巴基斯坦拒绝参加峰会，巴铁真兄弟。但是呢，不管外媒如何来炒作，我相信
巴基斯坦拒绝参会完全是一个自主决定。巴基斯坦外交部呢，他也宣称会在未来的适当时机和美方来继续商讨民主议题。那么虽然巴方最后一刻宣布决定，在外界看来呢是事出突然，但是其实呢也并不是无迹可寻。事实上呢，自阿富汗塔利班接掌政权之后呢，华盛顿方面一直在冷对巴基斯坦。拜登进白宫之后呢，至今也并没有和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通话，而美方呢对巴基斯坦的人权、反恐等等诸多的议程，这些年呢可以说是批评不断，在持续的施压。我昨天在节目中呢也曾经评论，美方显然是要把这次峰会看作是地缘政治博弈的一个工具平台，所以呢邀请谁不邀请谁参会都是满满的政治算计。那么对于巴方的退出动机呢，尽管各种猜测满天飞，但是呢，外部猜测毕竟是猜测，还是巴方自己呢最有发言权。那昨天呢，巴总理伊姆兰汗他在出席一场地区会议时呢，就特别谈到，当前世界局势有滑向新冷战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国家集团呢正在形成。他强调，巴基斯坦无意成为任何政治集团的一部分。他甚至直言，希望能够在中美这2个大国缩短距离、跨越鸿沟的这种努力中，能够发挥巴基斯坦的作用。所以呢，在我看来，巴基斯坦它的退出逻辑和此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反复申说的主题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呢，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巴方退出，无疑呢是对寄望将峰会打造成战略博弈工具平台的美方主办者，他们的一个最有力的警醒。好的，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及其跟班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相继宣布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妄图将体育政治化并带节奏。然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及体育部长近日则明确表示，法国不会加入这一行列。中国外交部表示，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和国际奥委会公开表态支持北京冬奥会，已经有不少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王室成员注册出席北京冬奥会，我们对他们表示欢迎。美澳英加利用奥运会平台进行政治操弄，不得人心，自我孤立，必将为其错误行径付出代价。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表示，法国没有加入所谓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活动的计划。马克龙在发言时强调，任何类似行动都微不足道，仅仅是象征性的。D'abord, ne politisons pas l'olympisme. 法国国民教育、青年和体育部长布朗凯同日在被问及相同问题时，也明确作出回应。Je tiens à dire que nous devons toujours être très attentifs sur le rapport entre sport et politique. C'est un rapport d'ailleurs avec ce que je disais précédemment. Le sport est un monde en soi qui doit être préserver au maximum des interférences politiques. Sinon, ça peut partir dans n'importe quelle direction. Et on finira par tuer l'ensemble des compétitions. 布朗凯表示，法国将派该部负责体育事务的部长级代表罗克萨纳·马拉西诺努出席北京冬奥会。法国总理府负责残疾人事务的国务秘书索菲·克吕泽尔将出席北京冬残奥会。法国在外交政策上不仅和美国，应该说和这个盎格鲁撒克逊的那4-5个国家呢，一直它不是说穿一条裤子的，不是说完全合在一块儿，总是有一些区别。这个传统从戴高乐时代开始就如此。第二呢，就是中法关系毕竟有它的基础，它和中国之间确实没有这种就是非常激烈的安全矛盾，或者说台湾等等这些问题。相反呢，我们在经济上的合作一直非常良好。法国在中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第三呢，那就是说不排除法国此举也是对几个月前就是美英澳奥库斯对他这个背后捅刀的某种形式的一种报复。俄罗斯奥委会周四也表示，总统普京接获邀请，预备出席冬奥，又批评部分西方国家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毫无意义。Со спортив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одобный демарш является абсолютно бессмысленным. Олимпий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дистанцируется от различ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заявлений, а данные заявл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носят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周四也证实，已经收到了来自国际奥委会关于出席北京冬奥会的邀请，古特雷斯已经接受了邀请。
在周五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北京冬奥会是全球冬奥运动员和冰雪运动爱好者的盛会和舞台。不久之前，第76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了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173个会员国共提了这一决议，这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北京冬奥会的大力支持。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和国际奥委会公开表态支持北京冬奥会。我们欢迎各国运动员及相关人士来华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愿同各方一道践行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为促进奥林匹克事业做出新的贡献。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周三召开国际奥委会在线理事会，他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国际奥委会关心选手的参赛问题，这些不派官员的国家都强调选手会参赛，因此对北京冬奥会没有太大影响。他同时说，如果大家开始政治站队，那么就不可能让全部206个国家奥委会齐聚奥运会，把奥运会政治化会导致奥运会的终结。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国家的沉默似乎不合时宜，那就是日本。今年夏季的东京奥运会，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率团出席。在周四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媒提问，日本尚未对北京冬奥会表态，但不太会派阁僚级别的人物出席，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汪文斌就呼吁日方要履行与中方的共识，支持北京冬奥和冬残奥。中日双方在相互支持对方举办奥运会上有重要共识，中方已全力支持日方举办东京奥运会，现在轮到日方体现应有的基本信义。日本的态度凸显出2个字：矛盾。就是一方面呢，作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的盟友，他不能不跟着美国走。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上一次的奥运会上，中国对日本是全方位的支持。中日也做了这么一个，就是相互支持我们要把政治的影响摒除在外，即使中日之间有一些矛盾，我们不影响互相支持奥运会。那么现在，如果日本政府出尔反尔，那不仅是开罪于中国政府、中国人民，而且全世界都看在眼里，会质疑日本你这个国家有没有国家信用度，这是一个大问题。